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两位朋友？启鹏和帆不帆都是今年来到喜丹舞台的新朋友。我们总说这个演员擅长文本，那个演员擅长表演，这位朋友擅长的呀是望闻问切。我们掌声有请启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季鹏啊。这个美式前刺已经整不了了啊，早就梦回大清了啊。哎呀，还有进一步梦回大明的趋势啊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我跟这帮脱口秀演员不一样啊，我有正经工作。我是一个3甲中医院的中医。很少见，很少见哈，就是你平时见我还得花20块钱呢，我今天还得逗你乐。你见过大夫逗你乐吗？大夫逗你乐，你敢乐吗？我更不敢逗你，对不对？我拿过你检查结果，哎我去，啥事儿没有。这都容易让打成病人啊。中医特别好。我认为啊，中医在整个医疗系统里头，那是最好的岗位，最起码中医安全。我们科没有医闹，你啥时候见我们科来个患者一脚踹开门，那大夫出来，这吃了7副药了，这一点也不见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一句话就解决了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不跟你说吃药不能生气吗？你这人你白吃。再来7副。让他面带微笑的喝啊，一边唱歌一边喝，感恩的心啊。哎呀，我觉得这都开玩笑的啊。其实我发现大家对中医误解特别严重，是吧？这也很正常，因为你们都是从那个影视剧里了解的中医啊，尤其那个清宫剧。那清宫剧中医就不干正经事儿，就干3件事：第一就保胎，啊，第二就下毒，啊，第三假装保胎，实际下毒。80集连续剧从头看到尾，没正经治一个病。这个其实也不怪你们啊，就是因为有些中医自己这个科普工作做的不到位。中医科普那可以说是费力不讨好。我针灸科的，我经常科普。我那患者每次拔完罐，总有那患者问我：“哎呀，大夫，这罐起完以后，这底下全是水，是不是把我湿气都拔出来了？”我说：“那就是酒精燃烧产生的水和二氧化碳。”再也没跟我说过话。我认识一些迷信的中医，就包括我那正骨的师傅。我那正骨师傅水平很高啊，正骨都见过吧？这网上有那视频，抱着你头治颈椎病啊，放松放松放松，干嘛呀？特别神奇啊！有时候一掰完以后，这患者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活着呢，活着呢。就是他一下就好啊，就没有烦恼。哎，我那师傅水平很高，就是这个迷信。哎呀，他那小诊室里头那神像都摆满了，这是扁鹊，这是华佗，这是孙思邈，财神。对，再来7副也是钱啊，能摆的地方都摆上，电脑屏幕专门调一个那个史蒂夫·乔布斯的黑白照片，他没事也拜。我说中医拜乔布斯，病人来了瞧不好也瞧不死，是吧？也很费解呀。我问过，我说师傅，咱们拜乔布斯干什么呀？他说你想啊，咱是治颈椎病的，没人乔布斯发明这个智能手机，能有这么多患者吗？是吧？我说也有道理，我跟人也拜。我说 AR 眼镜赶紧停产吧，扎克伯格非死不可，是吧？美好的愿景，是吧？就是所以说，大家对中医其实误解很严重啊，总是在神化这个中医，是吧？搞得很神秘。我经常碰这种情况，只要我跟人一介绍我是中医，这位动作特别统一，一捋袖子，会号脉吗？我说我针灸科会放血，哈，那就算了。为什么一说中医就想起号脉呀？那为什么望闻问切最后一步才是号脉呀？号脉没有你们想象那么神奇，它就是寒热虚实确定一个大方向，它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仨指头往这儿一放，全身 CT 没有。
我经常在网上看有人神话这个号脉，我看我都有点尴尬。就有小某书上有那种帖子说特悬，说他那中医有多么准，一给他号脉他就没有隐私了，看过吧？说他那中医号脉就问他，你是不是爱熬夜？是不是爱生气？是不是爱喝凉的东西？哎呀，大夫你怎么都知道？你干脆问他是不是在上海上班不得了吗？上海上班能不熬夜？熬了夜能不生气？第二天能不来个冰美式吗？那热美式跟中药有什么区别？那还用中医给你号脉？那足疗给你捏脚也捏出来了，是吧？爱熬夜。这个我说这话有根据，是吧？这咖啡绝对中药啊，对吧？咖啡意式浓缩的制作方法就跟中药如出一辙，对吧？1份粉，3份水，煎成2碗，是吧？咖啡也就进入中国晚，早400年都得写《本草纲目》上去，多合适啊！咖啡果提神醒脑、利尿通便、人畜两用，哎呀。那要真那样好了，李时珍高兴坏了。咖啡写《本草纲目》里，当时多40多个方子，对吧？橙 C 美式，生椰拿铁，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中医啊，尽量去3甲中医院看中医。哎，瞧好不一定，肯定瞧不死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季鹏。谢谢季鹏。喜欢季鹏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索票。上一次我的印象也特别深，上次他说那饿了以后胃里边伸出一只手来，是不是？他就反正是说脱口秀的，有的人就很带样，有的人就很带能量，有的人是很卡节奏。他好像就是有点，晚上在夜市大家一块吃饭，隔壁一个哥们儿过来跟你在这聊前2天发生的事儿，就觉得还挺有趣的。我就很喜欢他这个蔫了吧呼，也不是太正经，也不是太认真的这个节奏，就非常有趣。我就当好话听啊，是好话。脱口秀一哥好多，脱口秀一哥们儿挺少见的。脱口秀一哥们儿啊，季大夫，您那个针灸水平怎么样？针灸水平怎么样啊？我已经辞职了。我还想说，您在哪个医院以后扎针灸可以找季大夫，因为你乐呵，你不疼啊。但是他老跟你开玩笑，这事儿你知道能开玩笑吗？这个确实这就是问题啊！我一逗患者笑，患者一颤，老带着肉疼啊，罐儿也容易松啊。我这么辞了职，可能是。其实我特别喜欢您，因为咱们国家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啊，你看描写大夫的，一般大夫都是那种巨精英啊，巨厉害，就特别牛，很少出现您这种形象。嘿，您这特别可爱，我觉得您这个形象特别适合搬到这个小银幕上，是吧？你不觉得季大夫特别像那个清宫剧里面太医的样子吗？刚才您演的时候，有一些您的小眼神儿，就是有一种那种犯坏的那种太医的感觉。但是嬉笑怒骂之下，人有一颗责任心，能看出来。哎，是人自己知道该辞职辞职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医术还是能保证的。他这表演的时候，因为有的时候演员自己，比如说在台上讲完一个包袱跟着乐，其实有时候不是特别好的习惯，但是他用的特别好，就一下把那个紧张感跟那个大家可能悬着点的东西就给你放下去了，说没事这能乐，这个我是正经大夫啊，就感觉每一针都扎在痒痒肉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种感觉。我知道给你们都扎上，不投票不拿走。谢谢季鹏，谢谢。要跟季鹏对决的这位朋友，大家放下道德的枷锁，我们掌声有请烦不烦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帆不凡，鼓掌吧，嘿嘿。对，是个残疾人啊，大家也不用紧张，反正上一轮手也这样啊。对，上一轮半夜挑战黑灯，挑灯夜战。我这个手是先天的畸形啊，然后右手只有3根手指头能用啊。现在讲脱口秀压力太大了，因为残疾人这个赛道有点太拥挤了。
黑灯、小佳，我还有，哎，我一个手都数不过来了。千军万马过无障碍通道。那个左手指关节是伸不开的，然后腕关节也是固定的，只能这么勾着啊。就这么说吧，我这个手一旦勾到什么东西啊，我自己是松不开的。哎，我有一次坐着看电视无聊，摸了一下我的脚，勾住了。他俩在那手足相残，但脚也很委屈，毕竟是手先动的手。我每次认识新朋友破冰，都要像现在这样聊聊我这个手，所以我这个手又叫馊手。生活会有一些影响，比如我平时改看外卖都是公共交通啊，就有人问我你能骑电动车吗？能骑，用不了刹车。我就得用这个手勾一下，是吧？那个车头就会晃。就我骑车上路啊，就会有一种真的会有人上路的感觉。咱也不知道会是谁，但是陈奕迅说过，成千上万个路口，他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啊。打车很怕打到那种隐藏式门把手，打不开。哎，有一次在那按了得有半分钟，按着按着，司机突然说：“你玩够了没有？”他下车看着我这个手这样，他也不知道说啥了，他一直盯着我的手看。我说：“你看够了没有？”现在打车都要先引起司机的注意，跑到主驾驶，让他看到我的手。他摇下窗，我说：“不是我压的啊。”当然一般都会下车给我开门，而且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善意，因为他有的时候甚至想给我抱上车，给我吃的。给我喝的，我感觉他不是车主，是失主。给我瓶水，打不开。当然了，我这个手也有好处啊，我就不用怕那种乞讨的。我之前在火车站坐着候车，有个人突然在我手上戴了个手串，我一抬头举了个牌子，写着聋哑人爱心助残，他就伸手问我要钱，我也把手伸了出来。他看见我的手，赶紧去摘那个手串，摘不掉，勾住了。然后他就急了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过聋哑人为自己发声啊？他说：“你松开。”哎，我还给他治好了。我这个手可真是妙手回春啊！那说实话，朋友们，作为一个真残疾人，遇到这种假的，我有义务教教他如何乞讨。当时我就躺地上了，正准备勾他的脚，他撒腿就跑。行，这次讹了个手串。当然我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啊，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啊，对，我是学计算机的啊，对，我打字很快，我是这么打字这样。就朋友看我打字说，总感觉你的键盘很 Q 弹，感觉你在手打牛肉丸。但刚上大学的时候打字很慢，而且学的也不快。还好我室友人都很好，他们为了让我多练习啊，总把他们的作业让给我写，跟我说你手不方便，打游戏就不带你了。有时候也带我玩啊，但是那个电脑游戏的 WASD 啊，我只能按那个 W。一直往前，送死，就复活就冲锋，冲锋就送死。我室友就生气，他说：“你不要老按一个键呀。”我说：“那咋了 ？W 就是个死啊。”毕业之后做了几年程序员就辞职了，因为我觉得上班没意思。你们觉得上班有意思吗？没有哈，今晚听完咱就辞职啊。上班没意思就辞职，折腾了1年多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：“你瞎折腾啥？你一个残疾人不安稳点？”我说：“那咋了？大不了我就去乞讨，反正我有经验。”确实折腾1年多，啥也没干成，就来讲脱口秀啊。我发现脱口秀比程序员简单啊。哦，原来残疾人最终的归宿还得是以卖艺为生啊。现在讲脱口秀1年多啊，认识了一些演员朋友。就脱口秀演员是什么货色，大家应该知道啊。围观我打字，
让我给他点烟，带我去看恐怖片，想看老子怎么捂眼睛。我看到恐怖的地方，直接用手勾住他的眼睛，他是真吓坏了，忘了这是谁的手了。听说我身份证之前没录指纹，跟我说帆哥你适合去犯罪。我犯什么罪？我刀都提不起来。他说指纹很重要，可以通过指纹锁定你这个人。我说你不通过指纹也能锁定我这个人。我到时候查的不是指纹，是爪纹。案发现场发现霸王龙来过。现在讲脱口秀，也有人跟我说，你一个残疾，你得安稳安稳。我说，反正生活只让我按一个键，那我就一直往前，对吧？反正成千上万个路口 ，W 就是我先走。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喜欢翻不还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左票。他们两个 PK 选人的时候，我问纪鹏你为什么选樊不凡啊？他说要不让他考虑中医试试呢。我这就他给我治成这个样子了。但我感觉处理的还是挺轻巧的，一直轻巧。我觉得上一次的时候也是给我的那个冲击还是蛮大的，这上次我这是给我乐的，但是接在黑灯，我觉得那个压力很大啊，而且上次他们3个我记得。我天哪，就是每一次都觉得这是前面那个坎儿是不好迈的，就是又上一个，又上一个，又上一个，这非常有趣。但这次我觉得，可能是我抱的期望太高了，我就一直在这盯着。我觉得像有些东西可以再切一点，都是碰到了一点就走了，碰到了一点就走。对对，因为这个确实可能段子稍微有点散，其实上次也有点散，只是后面那个手机支架那个神来之笔有点啊，就这次也在思考，因为我后来想那个 W 了，实际我这个手有点像 W。对，其实那个 W 向死而生，然后勇往直前的那个挺好的。谢谢。其实我觉得您有点留手了，确实留了2根啊，留了2根没拿出来。嗨，您有点温柔了，我那意思，因为什么呀？黑灯啊，包括小佳呀，你们好多这种地狱笑话其实是特别吸引人的。我特别喜欢看您使点小坏，因为您使小坏是被所有人原谅的。我喜欢听这种丧失所有功德的这个，就您一说，哎，我们这些对我们就没有道德感了，我们就特别高兴的，就是那喝彩。行，下回把这些东西全放前面。我同意这个刚才大林子说的，就真的犯坏特别好，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，就那种感觉一定要用上。行，下次一定要用上。行，就是其实到后半段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听的还挺兴奋的，但是你的存在和黑灯的存在都特别的重要，就让我们看到你们的世界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也会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吧。谢谢。那谢谢樊不凡的表演，我们把纪鹏也请回舞台中央，请看大屏幕。那我要先请165票的樊不凡暂时前往待定区，同时恭喜纪鹏173票直接晋级。